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nnis，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这次我们继续探索浙江，来到了嘉兴，带你体验这座有着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之称的历史文化名镇乌镇，因其完整的水乡风貌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整水人家。这支视频将带你体验我在乌镇的2天1夜的行程，包含了景区住宿、餐饮、娱乐、景点打卡以及必体验的乌篷船，一站式玩转乌镇景区。那么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吧！欢迎来到 Dennis 自由节，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带你体验旅途小确幸。一路开车就来到了乌镇了。这次我在网上订了西寨景区内的临水民宿。景区入口办理好入住后，就坐电瓶车会送到你所在的民宿比较近的下车点，然后下车就徒步去民宿就可以了。这次入住到的是2楼临湖的房间，整个房间视野相当不错，推窗就能看到乌篷船慢慢驶过，景色绝了。放完行李我们就出去逛一逛吧。今天有一点下雨，在这绵绵细雨的天气，走在这有历史沉淀的青石板上，还是很有味道的。这边沿路的基本都是餐厅啊、小食店，或者说是一些商店。看到有一家是做葱包烩的，来看一下，好像是薄的饼皮，里面裹着馅料，然后拿一个电熨斗一样的东西在那边烫，看着好像挺好吃的。我们排队来买2个尝尝看吧。排队的人还不少，但还是挺快的，大概几分钟就能拿到了。尝了下，味道还是不错的，来玩的话可以推荐买1个尝尝。然后又看到有买萝卜丝饼的，也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油墩子，然后我也就来买了1个，味道不错。乌镇这个地方真的是要身临其境之后才能体验它的美。依水而建的各式民居，随处可见的石头拱桥，与这碧绿的湖水以及各式植被相得益彰。穿梭其中，走过一个个景点，仿佛走进了这一段段的历史之中。乌镇邮局的话是中国最早的邮局之一，其历史可追溯到光绪17年。现在你可以在这边拍照打卡，或者自制明信片寄出。同样的各式老店铺在乌镇还有很多。这是一家卖定胜糕的店铺，传闻在赶考之前买1个的话，取定能高中的口彩。这是一个古代婚庆的博物馆，印染晒布的晒场。这边的乌篷船真的好多，我们打算明天早上再去坐。这边还有一个关帝庙，看到来拜拜的人还蛮多的。然后来到了木星美术馆，这个是不包含在景区门票里面的，需要另外付费20元。木星美术馆呢是15年开馆，由贝聿铭的弟子冈本博和林彬设计督建，整个元宝的造型与水中的倒影相伴随，外观采用简约美协风格。木星作为乌镇人，在82年移居纽约后，06年应邀返乡安居，也算是当地文学和绘画领域的一张名片。这次还体验制作了飘漆扇面。好了，垂直360度，一边下沉一边转，转，一边下沉一边转。没了。还吃了一碗书生羊肉面，这个面一定要来体验一下，味道超棒。晚上的夜景也很不错，少了一些白天的喧嚣，别有一番味道。如果觉得无聊，沿湖的酒吧区域可以去坐一坐，听听歌。
早上民宿里吃完早餐的话，就出门去坐乌篷船了。早上的街道空荡荡的，没有什么人。对了，说到早餐的话，因为住在里面的民宿的话是可以约那个早茶课的，但是因为我来的时候已经约满，所以就是在民宿里面吃的。如果大家来的话，早点过来办理入住，因为每天的名额是比较有限的。然后走着走着就到码头啦。早上的雾气还是挺大的。我们运气很好，因为早上人不多，所以我们坐到的乌篷船就变成包船了。摇船的师傅也笑称我们等于立省了几百块。随着乌篷船缓缓开启，我们出发吧。沿途的景色真的很棒，尤其是在早晨的雾气烟雨朦胧的感觉更有了一番风味。前面那个大爷在摆弄他的鹿鸟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小鸟还挺乖巧挺可爱的。这用绳子绑着它们脚是等会儿用来抓鱼还是什么？有懂的朋友评论区告诉我一下。然后差不多就到了这个乌篷船的终点了，是在水上集市这一边。早上这里还是挺热闹的。如果你约到了那个早茶课的话，早餐也是在这一边用的。出来摆摊卖菜的大爷大妈特别多。这边也是有一个拍照打卡的机位。
场还是特别的热闹的。就即使你没有约到早茶课，但是想体验这些点心小吃的话，旁边就是有可以零卖的，就花钱买一些也是可以的。这个集市差不多逛完的话，就慢慢的就走回民宿那边了。沿途还是这些景致，但却怎么看都不会腻。岁月不语，流水有声。乌镇的美是蓝印花布掠过时光的清响，是乌篷船摇碎星河的涟漪，更是千年文脉沉淀的厚重。当脚步离开青石板路，那些见过的景、听过的曲、触过的温润，早已化作心底的山河。乌镇的温柔从来不是浮于表面的景致，而是映在榫卯间的匠心，水波里的从容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下一期我们将去打卡乌镇阿里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